我就是祈求有一份工作呢，就是可以挑战自己人际关系的。你祈求一份有问题的工作没有想过这个上司他是很凶，驾车的时候呢在车里面哭啊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？我是很想要离职的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阿爸妈酱，你们好吗？欢迎观看《人生反转》啦！欢迎我们的慧珊。Hello， 我之前有听讲到哦，你之前真的是不想上班到一种程度，是到红绿灯，想要右蛋回家了哦，是吗？是，现在想起来啊，我觉得也是很鸡皮疙瘩。我进入了一间呢特殊的学校当这个老师，就非常的挑战。我进去的第一周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哇，没有想过这个上司他是很凶，然后呢，很多人都很怕他。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沟通，我们也是会有开会嘛，全部都不敢讲话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很严重，就是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啊。其实那一个星期我一想呢，我就很想要去放弃啊。哇，我这样子听起来，我这个 Gen Z 听到我应该一进去我就想要跟这个公司讲啥要拿了，我很想要离职了哦。对，一开始我是很想要离职的，然后呢，我每次放工或者去上班呢，就是驾车的时候呢，就会在车里面哭啊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？然后我会一直哭，但是哭的过程呢，我又告诉自己呢，我不想要放弃，我很不甘心，所以就好像那个魔鬼跟天使就是一直在斗这样子。哇，你这个压力的程度真的是很大哦。这样你还是得黑上干，真的是一定要做下去啊！在这个工作。那么起初呢，我就是真的是每天呢通过长期呢，然后呢，我就再去问自己，为什么自己会有遇到这个问题啊？其实那时候，我现在想回呢，我就是祈求有一份工作呢，就是可以挑战自己人际关系的。你祈求一份有问题的工作啊？对，很多人觉得我好像很大胆。那么呢，我是修读心理学，就是学士毕业的，过后呢，我就有做好几份工作。那么呢，我就想，我的人际关系其实还好罢了，所以我就想要通过一些比较遇上一些难搞的人，我想要挑战一下，看一下我能不能够去跨越。很多人就会觉得环境先改变，但是我想要改变的就是先由自己去开始去进行这个改变。所以我希望呢，我可以跟我的上司呢有一定的一个信赖感，然后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我们都可以通过沟通呢，能够好好的去谈起来呀。不懂你认不认同，就是往往我们生命里面出现那些所谓的讨厌的人哦，他可能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隐藏导师，你认同吗？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有找前辈去聊，然后前辈就讲，这个是我祈求回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去克服它。一开始呢，我每次都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只是有很多的怀疑啊，看到他好像会不舒服的感觉啊。过后呢，我就1个月的时间过后，通过这个长期，然后提升自己的那个境界能量，我一定要先让自己去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有自己看法，但是忘了看对方，其实他怎么样想，有什么东西呢，我都去协助他。我希望呢，就是大家也可以很好的把事情去完成啊，也是真的是为了学生啊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我是上司呢最信任的这个同事。上司呢，他也是很放心，把很多东西呢放心的让我去做。哇，这件事情的改变，这样据我所知，你现在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工作，做一个辅导老师，对吗？因为在那时候呢，已经是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去完成那一个使命，就是怎么样去跟上司很好的一个相处。过后呢，我就离职了，过后我就找新一份工作。那么我还是呢对辅导方面是非常有热忱的，所以呢我就在一间中学校就是成为了辅导老师。这样成为辅导老师，它算是一个你新的挑战了，对吗？要时常面对很多的学生，他们都会分享很多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摩擦啊，或者是他们讲我不想要跟他好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，或者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太好。有一位学生他就有说了，其实他在家里是很寂寞的，他很想要跟
父母去多聊聊，但是呢，父母呢却通常都是一直玩手机，或者是想要休息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将他的心里话呢去表达给他的父母听啊，所以很长呢，他们就会收着，然后他们就会来见我。那么呢，我时常也是会引导学生啊，就是多多和身边的人去做更多的沟通啊，去对话啊，然后呢，去聆听啊，只要与人见面才能够有这个情绪的这个交流，有这个眼神的交流，所以是可以让他感受到能够被理解，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啊，而不是意味着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快，而缺乏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接。这样你是有什么方式去引导，或者是跟他们对话嘞？首先就是要跟学生呢，就是建立一个信任的感觉，他们才能够把他们想要说的话呢去说出来。在班上的时候呢，会教学生呢，就是拿一些纸去写，就是抒发他们的心情啊，开心不开心都会去抒发下来。哇，我这样子听起来就是写信啊，是吗？很对 sweet 嘞。这样他们写的信你会回信的吗？我也是会去回，就是比如说好像他们觉得考试成绩很差，我又告诉他们呢，其实你已经是很努力了，你要去肯定你自己。可能短短的话，至少呢，我很想要让学生呢去燃烧他们的希望啊。创创学会的第3代的会长池田大作呢，影响到我很深。他能够呢，就是写很多封的信啊，去鼓励世界各地的会友啊，给他们很多的这个希望啊，觉得也是非常感动啊。即使很小件事，可能也是可以去鼓励到身边的人。最近是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啦哈，在报章上真的是很多学生一些事情他们就真的是看不开结束生命啊。对于你接下来的使命，你觉得会是什么嘞？我觉得是他们现在缺乏一种哲学哲学是很重要，它可以引导我们走对的路啊。我也是受创价学会这个学习去成长起来的，尤其是有讲到这个人本主义啊，就是我们要相信啊，就是每一位学生呢，他们有他们可以改变的那个潜能啊，然后呢，也让他们有意识到生命啊，其实是很宝贵的。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使命啊，所以呢，常常呢就会告诉学生说呢，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可能性，你的无限力量呢是很大的，只是目前你没有去看到罢了。当考试或者是面对一些人际关系，都要给他很多他们的鼓励，还有这个肯定啊，他们才可以一直的去走下去。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得到幸福啊，我们所讲的这个幸福呢，就是他可以有自己的能力呢，去做出更多的一个改变啊，要相信自己有这个潜能啊。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，听到你的分享。好，谢谢慧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如果还没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去 subscribe 哦。记得不要 emo， 不要 give up，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的故事等着你，因为人生是可以翻转的。拜拜。